大家好，今天10月31号，视频再来讨论一下狗狗币昨天的一个观点。就这一根大涨的 K 棒，低档到高档，它是近1倍的涨幅。参考历史上的几个位置，历史的经验一般后续都是震荡居多。那昨天这一根下跌的 K 线又留了一个上影线，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下方开始缩量，那我们就要留意一下，就这个位置，它如果下一步震荡，有没有可能走成一个五指山的走势？五指山后续的震荡低点，下一次的买点有可能在哪一个位置？我们等下要用历史的几个经验也跟大家来聊一下，以及狗狗币的3项循环，等下要来观察一下。包括现在的走势，我的观点是，还要买的朋友，你尽量去观察一下比特币啊，因为我感觉比特币也是半年以来迎来了一次重要的金三角。这个金三角到底要怎么来判断？参考历史上的几个金三角，一般是以涨居多，有可能是一波中段的上涨。短线它为什么整理，主要有可能就是在修正那一个4个小时里面的背离。你再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2万的买点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用20%，或者是新的邮箱注册 Bybit 跟 OK 不用认证啊。这一根大涨，其实昨天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明白，历史上如果有50%或者是100%的上涨，后续一般就是以震荡居多。但是震荡有几种啊？一种是超强势的横盘震荡，还有一种是有可能会这样子用空间来震荡，它有可能甚至要摸到这个1半，或者有没有可能把1半给破掉都有可能。主要就是因为昨天开始缩量了，那缩量，那这个量能大量的量能，我们要去观察一下更小级别的4个小时的量能。现在感觉是虚拟量有一点出来，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如果要强势的往上去攻，必须要赶快回到这个 0.13 上方。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开始缩量？主要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是什么量？如果是量非常大的一根上涨的一个末端，你如果是在整理的时候，不适宜把这个大量的低点给它跌破。跌破有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位置大量的筹码已经是有人套在里面，那主力在这种位置有可能就是短线它就是释放了一些筹码，适当的短期看震荡一段时间，类似这种情况，它有可能这样子 ABC 或者在 ABC 或者在 ABC， 就是不断的在这边 ABC。如果是要做单的朋友，我的观点就是维持昨天的短线是不适宜追加，你要做的话，有可能也是只能等压回。它这个位置大量，一般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比如说这边是20年7月份起来的时候，像这种 K 棒有没有可能，也是不排除但是我感觉估计不会压得这么深因为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比如说20年2月份的这根，我是把它给否定掉，它不会这样子来压回，甚至这一根也是不一定有可能类似强势的这一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21年1月份的这一根，它也是涨幅85%。后面留上影线，然后第2根又留上影线，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不是开始缩量，就类似这一根这个压回的时候，它后面是怎么洗的？有可能短线还会再涨，但是你尽量等看有没有这种低点，或者是这种低点，它有可能会洗到1半的位置，甚至瞬间跌破，还是在稳。但是能不能马上再进行一个大涨也不一定因为短时间涨幅这么大，有1倍的涨幅，有可能就是会有短线的获利筹码在这个位置做卖出的动作。如果我是主力，我也是会利用像它这种就是很巧妙的，一个是利用空间来洗的并不是很深，还有一点就是用时间来横到位以后，瞬间进行一个往下跌破，马上又大涨继续拉。所以我的观点是，短线要再买的朋友，你尽量看还有没有低点。那如果长线的朋友，我的观点就是给我持有大长线就是这样子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现在短期的几个指标3项的循环。一点是日线级别目前是在时差不用去管它下去时差你要去找买点有可能会不会瞬间破50，只要它在这边继续横盘震荡，短期如果下一步有破50的时候，你再去观察为什么可以买，就是因为周线也不是有朋友在讲，周线是在金叉，还有一点就是月线它也是在金叉的结构。至于上方为什么压力会这么重，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前面
4月份的这个高位，就这个区间啊，它是有一个压力区，而且这一个区间，不管是前面3到4月份的一个压力区，还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整个7到8月份这个低点的一个压力区，它是贯穿，你可以自己去拉一条直线去观察嘛，就是这整个区间是有一个压力区。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啊，短线它为什么会这么弱？就类似这几天跟大家讲的，不排除它在这个位置还是在区间震荡，压回还是买点啊。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自这1年多以来，这2天有跟大家讲的，一条是20的 MA， 还有一条是60的 MA， 它现在也是再走了一个金三角，就类似如果是参考这个10的均线，然后这边20的均线穿60均线的时候，这边不是有一个三角，很重要的一个金三角。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一般有遇到这种金叉走势的时候，未来的一段行情这个位置是有一点失败啊。那我们看一下比较成功的几个案例，比如说今年当时在3月份给大家炒作一波山寨币的时候，就是这个位置它也是走了一个金三角，就是很重要的20 MA 交叉这个60 MA， 就是一波很重要的一个行情。那历史上这1年多以来什么时候有见过？就这个位置是搞了一波非常的爽，还有这一边是很失败。其实现在的话又来了一次，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压回你尽量要站在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的去年的一个历史的行情，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20 MA 交叉60 MA， 这边不是有一个金三角，你如果把这个10 MA 加上去的话，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三角的一个突破，所以后面行情就是会非常的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你可以看一下20 MA 再穿过60 MA， 这个是在10月份的时候，当时11过后行情不是很大嘛，主要就是这个位置也是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三角，中线级别的金三角，那行情你可以看一下有多大。所以目前的行情我的观点是不排除中线昨天讲的有可能这一波整理到位会再上去，动不动有可能会再来一个直接去挑战上面，不是还有一条均线的压力，就是那一个250的一个均线。那至于短线上它为什么整理还是在横盘4个小时，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主要就是指标有背离它 KD 是有背离，而且是这个 MACD 也没有过高，所以 MACD 也是背离不过它现在压回来，我感觉反而是好事你尽量观察一下，昨天有讲到这边也是有一个整理的一个支撑区，或者是你尽量观察，如果是破到这个位置2万去等吧，可能这个区间还是在震荡结束以后看会不会往上突破。时间那我们就要参考这一个 MACD， 红柱放了接近8根，10根我估计可能不够，有没有可能再放个20根左右，就4个小时里面再放个10根左右，就是全部加起来你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个鸭子张嘴，如果张个20根，但也不是很像，因为这边是有一个绿柱所以有可能是死叉放个20根左右，只要它没破零轴，目前4个小时还是在零轴上方，就是一个多方区。你要利用它这个红柱，如果放10根不够，放个20根，有可能下一次就是一个变盘点，因为目前在整理，有可能就是在等待本周美联储11月3号的时候利率决议，我估计还是要加息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